经常穿越的都知道，哥布林在异世界中绝对是最猥琐的生物。一部《哥布林杀手》更是让这种生物的风评跌落谷底。结果咱们的男主居然就穿越成为哥布林了，来都来了，那只能努力把种族风评往上拉一拉了。拍穿成哥布林的第一天，此时的男主还没有察觉到不对劲，就看见一个绿老头往自己嘴里塞大白虫，鸡肉味儿嘎嘣脆，还获得了一个新名字哥布朗。拍穿成哥布林的第二天，男主终于看到身边那群丑陋的绿色婴儿了，而自己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因为还保留着前世的记忆，知道这个种族的优良传统，直接给男主气哭了。不过哥布林的生长速度也太快了，出生第3天，这批婴儿就长成了少年模样，第4天就能出动了。男主早就为自己物色好了小弟，就是这个体格最强壮的哥布吉。大部分哥布林的智商都不高，哥布吉也不例外。男主让干啥就干啥，两人配合着，很快就猎杀到了一只狡兔。被食欲控制大脑的哥布吉下意识想要独享，被男主狠狠揍了一顿就老实了，从此奠定了两人之间的上下级关系。男主把狡兔的脚掰下来做成了武器，将一部分肉分给了哥布吉，而哥布吉也因此心甘情愿成了男主的小弟。有了武器之后，两人打猎更方便了。结果吃了第2只狡兔后，男主脑海中突然出现了几行字：以习得能力脱兔。男主瞬间就激动了，因为这可是他上辈子所拥有的吸食能力，什么东西都能吃，而且只要吃了就会有一定概率获得该物品所持有能力的能力。没想到即便穿越了，这个能力也跟了过来，虽然是从0开始，但好歹跟其他异世界主角一样有个挂，更何况这个世界大概率还潜伏着许多拥有强大能力的怪物。男主和哥布吉每天都能狩猎到猎物，很快就收获了一个小迷妹哥布美。等等，你们哥布林也是有女孩子的呀？那为啥天天想着掳人类妹子呀？哥布美对男主崇拜的不行，还特别双标，男主就把她也收进了小队，让她下一次跟他们一起去打猎。结果第2天下雨了，男主就趁这个机会去了宝物库，打算做点新装备。就在那里看到了几个浑身赤裸的人类女性，有的肚子还鼓了起来。男主知道他们是因为什么而被关在这里，可此时的他还无能为力，与整个族群为敌，只能暂时视而不见，带着材料回去做起了武器。哥布爷对男主的表现非常满意，让他敲敲头看自己多少级了。没想到出生才几天，男主就已经86级了，而升到100级之后就会进化成更高级的存在。从第8天开始，哥布美就加入了他们的小队，3个人配合，哥布美负责后援，男主负责中卫，哥布吉担任前锋。打猎的效率变得更高了，他们还猎杀到了更高等级的大蛇。吃了蛇肉后，男主又获得了好几个技能。就这样又过了几天，在第11天，3人发现了一个洞窟，好奇进去探险，结果遇到了一大群的蝙蝠，于是他们连蝙蝠也吃了。不出意外，男主又获得了几个相关技能，当哥布林居然还能过得这么舒坦。其他哥布林可就不乐意了，半夜就聚众打算偷袭男主。穿越成哥布林后，竟然被同类给偷袭了。还好男主有感知气息的技能，在他们还没来得及动手，就一跃而起，3两下就把那群营养不良的哥布林打趴了。第一个中了蛇毒的更是当场去世。此后再也没人敢找男主的茬了，而3人小队的配合也越来越默契，连半兽人都能杀了。这次男主把多余的肉带回去，分给了那些天天吃不饱的兄弟姐妹，打1巴掌再给个甜枣，瞬间就让整批的哥布林都对他臣服。男主也成了这代哥布林的领袖，当天晚上就升到满级，进化成了中鬼亚种，还获得了大神的加护。脑子里出现那些字的时候，男主都快睡着了，所以第2天早上醒来，感受到身体的变化，一开始还没反应过来，直到看到刀上倒映出来的帅哥脸跟他前世一模一样。同样进化完成的还有哥布吉，两人的变化震惊了哥布爷。要知道他俩出生还没1个月呢，居然就能进化成中鬼。没想到哥布吉进化完的第1件事就是挑战男主，两人去外面的空地开始战斗。进化了的他们无论力量、速度还是技巧都不是之前所能比拟的，而哥布吉明显还是不如男主，被对方抓住空档，一记扫堂腿就踹飞在地。不过比起力量，自然是哥布吉更胜一筹。男主伸手拉哥布吉起来，突然察觉到有东西正往这边过来，赶紧让哥布美把十字弓拿来。此时森林外面的草原上，一群狼正在猛追狡兔，可爱的小兔兔们毫无抵抗之力，就连巡逻的半兽人看见了也是吓得拔腿就跑，可惜还没进森林就被5狼分尸了。但这群狼却很适合让男主和哥布吉测试一下自己进化之后的实力。先由哥布美射出涂过蛇毒的箭矢，打响第1枪，把头狼弄死，
紧接着男主和哥布吉就冲了上去，失去了头狼指挥的狼群就像一盘散沙，很快就被男主和哥布吉一网打尽，遍地都是狼的尸体。然而没想到中了箭的头狼居然又站了起来，男主立刻展开防御姿势，结果那只是回光返照而已，头狼再次倒下，被男主直接上去就是一口。这次男主又获得了不少有用的技能，尤其是群游捅破，更方便男主当老大了。之后他们把狼肉带回去分给大家，并且表示吃多少以后就得还多少，自然也会教他们狩猎和制作武器的方法。大家也不约而同拥立男主为王。不过在第17天的时候，意外发生了，被囚禁的那几个人类女人自杀了，男主也只能和哥布爷一起默默悼念。就这样过了几天，一直在外面狩猎的成年哥布林们回来了，还带回了几个新女人，毕竟自己以前也是人类。男主想要改变哥布林的这个陋习，直接跟成年老大说希望能由自己处理那几个女人。老大当然不可能同意，两个哥布林大姐姐出来打圆场，让两个领袖打一架，决定谁来带领整个族群。结果自然是成年老大被狠狠教训了一顿，还被蛛丝裹成了木乃伊，其他人不服也得服。成为老大的男主光明正大的把女孩们安置在了宝物库，向他们保证不会有哥布林对他们出手，自己也会找机会把他们放走。红发少女感激涕零，问男主想要什么作为报酬，万万没想到男主想要的只是人类的知识。在学习期间，男主也得知了这几个妹子的遭遇，她们隶属于商团，在旅行途中被哥布林袭击，男人全被杀光，作为女人的她们则被掳了过来。得到了男主的保证之后，几个人也很快振作起来。短发妹子是鉴定师和锻造师，金发姐妹花是厨师和裁缝，眼镜妹子是炼金术师，红毛妹子是个菜鸟战士。男主这几天没空去打猎，每天除了学习人类知识，就是训练那些成年哥布林。到了第31天的晚上，男主从睡梦中被吵醒，原来有几个哥布林一直没放弃那些妹子，准备今晚夜袭寡妇村。谁能想到转生成哥布林的男主居然为了人类女孩不惜杀害自己的族人。那几个哥布林还没来得及下手，男主就出现在了他们身后。女生们醒来后看到的就是男主将一只哥布林一劈两半的场景，其他哥布林也都被绑了起来，其中还有原来的那个成年世代老大。他还嘲讽男主不懂人类女人的滋味，气得男主一脚把他踹开，然后走到了妹子们面前，温声道歉，吓到他们了。红毛妹子也是立刻扑到男主怀里，哇哇大哭。接着男主将所有哥布林集合起来，杀鸡儆猴，将这次的主谋倒吊在树上狂揍。揍完后还笑眯眯地问其他哥布林，现在了解他们村子的规定了吗？哥布林们吓得连连点头，而主谋被吊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才断气。这一天他们要狩猎的是拥有极为坚硬的鳞片的三角马，这种魔兽很厉害，技能自然也不少。男主又获得了一批好用技能，其中最重要的当属高速治愈，以后可以自己奶自己了。除此之外，三连刺也很有用，刺一下就能变成3道攻击。到了晚上，红毛妹子居然主动爬上了男主的床，男主只当她是因为昨晚的事情太害怕了，就默认她睡在了自己身边。结果一觉醒来，发现哥布梅也在，刚来异世界1个月就左拥右抱，说明种族根本不是问题呀。之后男主给族人们编了部队，大家各自负责不同的职责，将训练工作交给各队长后，男主独自一人来到了森林深处，以便猎杀更多魔兽，获取技能，甚至盯上了传说中的赤熊。在他们刚出生没多久的时候，哥布爷就叮嘱过他们，绝对不能到森林的北边去，因为那里盘踞着一头非常恐怖的赤色大熊。男主刚回忆完，传说中的赤熊就出现在了他面前，果然是恐怖无比，也是男主转生后遇到的最强大的劲敌，这让他忍不住兴奋了起来。先用中烟系统第1阶魔法幻化出一把魔法长枪，然后径直朝赤熊冲去，象征标枪一样将长枪射出，结果赤熊直接断掉一条手臂，避免受到魔法直击。一头区区魔兽居然有如此魄力，男主开始惊慌了，但一味的躲避对他更不利，所以男主干脆正面出击，用蛛丝将赤熊紧紧裹住。没想到赤熊直接吐出一团火焰，把蛛丝烧了个一干二净。男主没来得及躲避，还挨了一下，幸好现在能自己奶自己了。接着男主给自己上了层 buff， 直冲赤熊而去，在火焰烧过来的时候，让自己被水包裹抵挡攻击，然后一剑刺入了赤熊张开的血盆大口中，火焰终于消散。男主还没来得及得意呢，赤熊就一巴掌把他给拍飞了，不过剑还在赤熊的嘴里，好歹能让他吐不出火焰。男主又换了一把大
斧头再次冲了上去，一人一熊战了1天1夜，总算以男主牺牲一条手臂获取胜利而告终。而这次得到的技能自然更加强大，男主的等级也再次突破上限值，直接进化成了大鬼稀少种，变成了更加高大靓仔的存在。回到山洞的时候，还差点引起族人的恐慌。男主面对族人们的喋喋不休，心里是死里逃生的愉悦。